我是一篇豪门耽美文里的妖帝，上头有2个兄长罩着，万事无忧，只需要在家混吃等死就行。但犹如无数狗血剧里写的那样，我是个不甘于平凡的小弟。我有个远大的理想，我要争夺家产，拳打大哥，脚踩二哥，一跃成为富家家主。然而这个想法却被我那2个冷酷专断的兄长掐灭了。大哥穿着黑色唐装，从上至下冷淡睨了我一眼，他宽肩窄腰都掩在黑沉沉的唐装下，喉结上一点小痣划破了那禁欲的气息。身为富家的腰子，你不该有这样的想法。二哥一双笑眼，嘴唇上翘，看似是在笑的，眼底的笑意却冰冷而刺骨。他从实验室急匆匆赶来，身上的白大褂还没来得及换。向来玩弄手术刀的手修长而白皙，此时却带着危险意味魔掌着我的头发。老妖，不是说好了要听话吗？冷木头，笑面虎。我被五花大绑，在心底大声咒骂着这2个冷淡的疯子。我从小父母双亡，从孤儿院里出来后，一直是这2个兄长带大的。别人家都称赞富家仁义，对待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子都这样好，只有我不同意。我大哥傅晨期，外头都说面冷心慈，办事都留一寸，对我却有极端的控制欲。从小我的吃食一律由他过目，每个季节都要让他看过食谱才行。我穿衣服也不能像同龄男孩那样大辣辣的，都要由他精心挑选才能穿上身。甚至有一年我已经上高中了，他还面色如常的将我抱到怀里喂我吃饭。家里的佣人都见怪不怪，低着头不敢吭声。后来还是我气急败坏，摔了家里不少东西，他才收敛了许多。再说我二哥傅平商，他打小就聪明傲气，一路跳级读到了博士，生平最讨厌我这样的私生子。我从小待在他身边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，时常一觉醒来身上有许多淤青。怒气冲冲拿去质问他时，他却总是笑笑，老妖真棒，综上所述。我大哥和二哥是2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，而我这个正常人只是拥有了一点雄心壮志，就被焊得死死的。我悲愤异常。直到某天晚上，我趴在床上思考着怎么打败这2个疯子，脑海里忽然传来一声机械音：恭喜宿主已绑定月老情缘系统，一旦选择开启，则可达成终极目标。月老情缘系统自称是天外来客，和陨石一起来到地球，只有依靠宿主积蓄足够的能量才能重新开启。我不解，你都和陨石一个级别了，怎么还需要依靠我？系统沉默，绑定错了。也是，这种牛逼哄哄的设定分明应该是在我大哥和二哥身上出现才对。但我不管，我只管一件事。我扒拉着被翻烂的如何成为亿万富翁，问系统，你说只要帮他们找到真爱就能实现我的心愿，是真的吗？系统彬彬有礼的回答道，没错，宿主，你的2个哥哥都是人中龙凤，完美符合我新公民对人类优质男性的匹配，所以只要你成为他们的真爱。好了好了，系统说的一大堆我都充耳不闻，脑海里只有那句没错。我喃喃道，都是千年的狐狸，还怕玩什么聊斋？和这俩狐狸纠缠这么久了，我总得有点能力了吧？系统忧心忡忡，宿主，你能行吗？我摆摆手，哥哥们那么优秀，还愁找不到嫂子吗？系统当即满意的沉睡而去。临睡前，他还不忘嘟嘟嚷嚷道：宿主，我给你留了身胶体软金手指，可别忘了用。眼瞅着脑海里的系统慢慢沉睡，我叹了口气，没用的系统，什么外挂，还不是得靠自己。我想了想，拿起手机拨打了通讯录里的一个号码。嘟的一声，对面接通，话筒里的声音低沉而磁性，伴随着淡淡的笑意。小鱼，终于舍得来找我了。苏玉哥，我犹豫着叫了他一声。对面有打火机的声音，然后是一声淡淡的老实说，找上苏玉我也很忐忑。她是我之前在酒吧遇见的美人儿，有一头精心养护的大波浪长发和漂亮的脸蛋，当时全场男人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，她却目光冰冷。那天我刚好同学聚会，
狐朋狗友喝多了，就开始撑多玩真心话大冒险。不巧，我刚好抽到了大冒险。笑得奸猾的朋友给我出的题目是搭讪那个最漂亮的美人儿，并且和她春风一度。很奇怪的是，看着高冷的苏玉却并没有拒绝我，她从上到下睨了我一眼，漂亮的桃花眼里闪过一丝兴味。后来被灌了酒的我迷迷糊糊跟着她到了酒店，看她脱了身上的红色长裙，才猛然发现这货是个男的。当时我就吓跑了，但苏玉芝很淡定。他一边套上了白色 T 恤，一边轻声道：“门在左边。”我慌不择路的逃跑，结果还左脚绊右脚，摔了个狗吃屎。他轻笑了一声，长腿一跨就从我旁边经过，白皙的指尖悠悠落下来一张名片。小弟弟，下次别一个人来酒吧。我红着脸目送他离开，看着地上的名片，又鬼使神差的捡了起来。烫金的2个字写着苏玉。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家酒吧。没想到后来发小被女朋友甩了，半夜在小饭馆买醉，我被迫过去接人，在破烂的小饭馆里又看见了苏玉。她系着粉色的围裙，半分没觉得不好意思，清俊的侧脸神态自若。吃什么？她问。我支支吾吾地道：来接朋友。她盯着我的脸，忽然笑了下，下次别这么晚出来了，对你不安全。我倒是没感觉有什么不安全的，四处张望了一下小饭馆。小饭馆很破，跟苏玉这个流光溢彩的大美人分外不称。我没忍住问道：你在这里打工？苏玉颔首，我帮奶奶干些杂活，后来她帮着我把发小扶到门口，在微凉的晚风朝我温柔一笑。下次见，小鱼。他指了下手机，发小的通讯录备注上是小鱼2个字。我面红耳赤，扶着发小就匆匆离开了。而此时此刻，苏玉是我能想到能撮合大哥和二哥姻缘的最好人选。第一次给人当月老，我还有点紧张，憋了半天才磕磕巴巴开口：苏玉哥，我能请你吃顿饭吗？对面默了一瞬，然后是一声轻笑：好呀。他同意了。我瞬间松了一口气，悬着的心也放下了。苏玉同意就好办了。他人长得漂亮，就连见惯了美人的我也忍不住心动。我不信他们坐得住。虽说是请他吃饭，但我再把傅平商和傅晨七也骗过去，不就是一场扎扎实实的相亲了吗？我一边畅想着他们两情相悦，我月老情缘直到手，顺利成为傅家家主的模样，一边又迈着轻松的步伐走向傅晨七的房间。我要通知他一下这个好消息。谁知我推了门就闯进黑漆漆的卧室，进去却愣住了。一股不祥的预感盘旋在我后脑勺，叫我须臾臾就要夺门而出。卧室自带的淋浴间玻璃雾蒙蒙一片，却倒映着一个高大的人影。他的目光透着一点狠色，带着还未收敛下的压抑和暴力。白皙的指尖正沾着鲜血，目光冷淡的盯着那面墙，那里贴满了我的照片。我蓦然想起尘封的记忆，打了个激灵，掉头就跑，却被一双骨节分明的手狠狠禁锢住了腰。我吃痛，下意识的拍打着腰上的大手，却被攥得更紧了。男人冰冷的气息就喷薄在耳侧，带着一点潮湿。我莫名有被猛兽盯上的感觉。傅晨七凝视着我，眼里的幽深蕴出。老幺，你在做什么？我迟疑了一瞬，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居然咬破了舌尖，鲜血味弥漫，让我瞬间清醒了。我朝他陪笑：大哥，我只是想来和你商量一件事。傅晨七后退一步，大掌松开了我，旋即坐在了旁边。说吧，什么事？他的肩头还搭着一块雪白的毛巾，发丝潮湿，显然是刚刚冲过冷水澡。我莫名就有些不好意思，但该说的话还是得说。大哥，想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。咔嚓，是他手中的玻璃杯被硬生生捏碎的声音。我猝然抬头，对上了他暗沉幽深的双眸。傅晨七浑身都散发着冷意，眼里迸发出疯狂与浓重的占有欲。我后知后觉，发现说错了话。不是，大哥，
你和二哥年纪也不小了，听林柱说你们平时也不好好照顾自己，是时候该娶个嫂子回来了。我这不刚好认识一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。解释的话忽然被一声巨响打断。傅晨七甩开那碎了半截的玻璃杯，不管冒着鲜血的手陡然捏住了我的下巴。他靠得极近，能叫我看见漆黑的瞳孔，很可怕。我咽了口口水，慢慢朝后退，却被他猛地禁锢在了怀里。小鱼，你是想惹怒我吗？我摇头，在心里疯狂呼唤系统。糟糕，光顾着做任务，忘记他曾经是个怎样的疯子了。傅晨七这么多年念佛，可不单单是为了立人设，更多的是为了压制内心的狠戾和疯狂。现在我惹了这尊大佛，不会还要承受他的疯狂报复吧？现在我是真后悔了。欲哭无泪之下，却见他深黑的眼瞳里倒映出我含泪的模样，眼圈红红的，睫毛上有沾湿的泪水，整个人像只无措的兔子，似乎很好欺负的样子。也许是因为我的弱态，让傅晨七觉得没意思，他目光沉沉的盯了我一会儿，最后恢复了平静，只是冰冷的指尖微微擦去了我眼角的泪珠。他说别哭了，不知为何眼泪却流得更厉害了。我抬头看他，没说话，眼前是一片模糊。傅晨七叹了口气，他恢复了从前的模样，不似刚才的失控与疯狂。老幺，对不起，向来高不可攀的傅家主向我低下了头。我会去，也许是老天都在帮我。同为 C 市老牌家族的苏家决定举行一场宴会，向各方势力介绍自己归国的小儿子。我并不知道这次宴会的主人公是谁，但这并不妨碍我同时邀请了苏玉和傅晨七。接到电话时，苏玉的声音有些惊讶。宴会？对，我点头，有点忐忑。你会去吗？他的声音依旧充斥着笑意。放心吧，我会的，我终于放下心来。为了促成几天后的一见钟情，我特意找系统兑换了一些不可说之物，没想到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筹谋，看来我可以暂时放下心来了。但是我没想到宴会当日居然会是这样不可控。苏家的酒会上觥筹交错，星光云集。我特意叮嘱管家给傅晨七和傅平商准备了高定礼服，又打电话确定了苏玉的着装，但没想到他们双方竟会同时出现。那时我呆呆地站在香槟塔旁边，看见两侧大门打开，一身银灰色西装的苏玉唇角含笑，和我大哥同时出现。他们的衣服款式相近，却并不是情侣装，而是穿出了各自的气场。高级的定制面料包镶着茎叶长的身躯，显得他们高挑俊美。我看呆了，苏玉却陡然走近，抽走了我手上的那杯香槟。他压着我喝过的痕迹上又饮了一口，眉眼光华流转。小鱼，好久不见。我愣愣看着他，被抢走了香槟也没发现。苏玉，记忆里美艳但贫穷的印象过于深刻，以至于我无法和现在的他联系起来。苏玉朝我一笑，眉眼弯弯。小鱼，你果然忘了我，明明小时候还说要娶我呢。他笃定的语气让我直蹦。最后还是傅晨七眉眼深深的看了眼我。这是你苏玉哥，他前不久刚刚回国，一语惊醒梦中人。我陡然清醒过来，看苏玉的目光越看越熟悉，怪不得我第一次见面时就觉得他很眼熟。原来他就是这次宴会的主人公，苏家刚刚归国的小儿子，也是我小时候被美色诱惑，曾经许诺过婚约的竹马。我有点想抓狂，被蒙在鼓里是一回事，计划被破坏又是一回事。但我看着苏玉和我大哥熟人的模样，怎么一点都不像不认识的样子？莫非他们之前就相熟？那我精心筹划了半天的惊为天人一见钟情剧本，岂不是全都作废了？我在心里疯狂流泪，面上加还不能流露半分。千言万语只能化为一句：苏玉哥，你怎么之前不告诉我？苏玉只是笑了笑，伸出白皙指尖开过我脸颊上的蛋糕痕迹。怕你跑了呗？他做这样的动作也潇洒，
有一种分花拂柳的珍重感，被对待的人也没有感受到任何轻浮侠逆的气息。但傅晨期的眼却乌沉如墨，他警告似的看了一眼苏玉，得来的却是对方的不以为意。我在心里疯狂呼唤系统，系统，计划毁了，该怎么办？系统伸了个懒腰，似乎并不在意。你不是兑换了好东西，用呗。我想到标签上的立刻见效，犹豫了下。这样不好吧？系统明晃晃威胁道，离任务完成只剩一步之遥。我咬了咬牙，握紧手里兑现的小药瓶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我挥手叫来了侍应生，悄悄往水里加了东西，吩咐他把这2杯酒递给傅大少霸和苏小少霸。侍应生犹豫了下，但看在不菲小费的面子上，还是照办了。我看着他端着酒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，为之暗暗祈祷。为了不错过任务完成的第一线，我特意走到花园里。这里视野好，能看见苏玉房间里的动静。只要他们俩进了一间房，就算是我成功了。犹豫着，我又给傅平商打了个电话。二哥，你在哪里？他的声音漫不经心。在大厅。我摇了摇头。大厅怎么捉奸？我的计划中可是有让我和傅平商闯进房间捉奸的一环，因此必须把他引诱出来。于是我开口，小声的恳求他，二哥，我在花园里，有话想跟你说。对面半晌没有声音，然后是傅平商低沉动听的嗓音，老幺，这可是你说的啥？我看了看陡然被挂断的电话，没明白。不过听这个意思，应该是答应了吧。我放下心来，安心等待傅晨期和苏玉喝下我精心准备的酒，又被侍者引入同一个房间。虽然这样做有些卑鄙，但这是我唯一的办法。拜托，让他们一见钟情吧。我双手合十祈祷。老幺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，轻而稳，是傅平商一贯的风格。我回过头，对上了他晕着冷意的眉眼，瑟瑟锋利。唯见他冷白皮，眼尾上挑，像是被吹乱的桃花瓣。我有些回不过神，也许下次就轮到给二哥安排嫂子了。然而此刻，他只是我完成第一个任务的工具人。我在心里跟傅平商说了声道歉，然后利落的跳下了秋千。二哥，我们先去个地方。傅平商很配合我的行动。事实上，从小到大，他除了瞧不起我，倒是没有怎么苛待过我。我是母亲和其他男人生的儿子，其实跟傅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，但他们依旧力排众议，把我从孤儿院里接出来。旁人问起，傅平商也只是轻描淡写，不过是多副碗筷，我们傅家还养得起。后来虽然生活上不大看得起，但也一直没有害过我。我攥着房卡，不禁有些愧疚。同样的阴险伎俩，我不想再对他们用第二次了。之后，如果傅平商有主动喜欢的人，我一定大力撮合，而不是自作主张行动。但是现在，我刷开房卡时，回头瞥见傅平商无所察觉的眉眼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冲了！我心一横，直接刷了房卡冲了进去，不管不顾一顿大喊：大哥，苏玉哥，你们在干什么？陡然的黑暗并没有我想象中的一塌糊涂的氛围。嘘，陌生的躯体靠着我，有冰冷的气息从耳边喷薄而出。傅平商在我颈窝深嗅一口，轻轻的笑。小鱼真是天真，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我感到害怕，失控感在黑暗中被放大。我看不见前边，身后的人是谁？他们可能是苏玉，也有可能是傅晨期，更有可能是傅平商。我声音颤抖，别，可得到的却是变本加厉。系统，我拼命的呼唤系统，然而他却沉睡般，怎么也听不见。前后左右的躯体却越贴越近，如围困一尾鱿鱼般，将我夹紧在窒息的空间里。傅平商唇边的笑意很淡，他轻抚了下我唇边的伤口。老妖，玩够了吗？我睁大了眼。一觉醒来，我艰难的翻坐起来，大口喘息。破碎的记忆好像还残存在脑海中，连成一片黑暗。
哗啦啦的银链声从手腕间传来。我愣了下，看到了禁锢住我的精致锁链。这东西仿佛为我量身打造般，严丝合缝的束缚住我的手腕，不留一丝缝隙。又拴在了旁边的桌子上，半分逃脱的余地都没有。这时，紧闭的门打开了，一个陌生的哑女菲佣端着盘子进来了。她递给我一张小纸条，先生们说等你醒来先打电话给他们。我盯着那行字迹，愣住了。手链，哑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要把我永远的关在这里，斩断所有和外界相连的通道。我读懂了这一举措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他们竟然敢不过是想要帮助傅晨七找到真爱而已。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气得把房间东西都砸了，菲佣送来的早餐一点也没碰。等我砸累了，呆呆坐在房间里，试图找手机联系发小，却发现我所有的联系方式都被斩断了。那台所谓的手机通讯录里除了那3个人，根本没有其他人。而最糟糕的是，傅晨七和傅平商轮流回家了。傅晨七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把我按在他的怀里，旁若无人的给我喂饭。我求饶痛哭，得来的却只是温柔的折磨。傅平商温柔开去我的泪水，却将我搂得更紧了。本来啊，小鱼是还能做一条自由的小鱼的，可惜宝宝自己想不开，要给我们找情人。我和大哥心里只有你一个，又怎么能容忍宝宝犯这样的错误呢？所以啊，我们只能亲手修正错误，让小鱼幡然醒悟。我眼泪肆意的望着他，却只见傅平商的指尖洒出大量的照片，俊男美女、明星模特，都是之前我给他们挑的真爱备选。可惜我终究还是低估了他们的变态程度。在那些以夜为单位的粘稠岁月里，他们的爱就像是角落里的常春藤，阴暗而见不得人。是我引爆了黑暗，让他们的爱不管不顾的迸发出来，然后将猎物狠狠缠绕淹没。现在的我沦为他们掌中的玩物，根本不敢再肖想所谓的富家。我开始呼唤系统，希望他能救我于水火之间，然而得到的只有沉默。他像是从未出现过在我的生活中般平静而死寂。我含恨咽了下了这口气。直到某天，傅晨七和傅平商都不在家，菲佣正在厨房里忙活晚饭。我因为最近的听话，破例得到了在家门口晒太阳的权利。我垂着眼，感觉到冬日的阳光自上而下的打在我的眼皮上，暗黑刺痛一片。这时，门外忽然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。我感到头上好像落了个东西，猛然一痛。这突如其来的痛楚让我一个机灵，从长久的麻木中陡然惊醒过来。我低头，发现砸在我头上的是一个硬质如小石子般的东西。我打量着那个小玩意，发现它不太像是自然界的产物，仿佛像是实验室出来的高科技产物般。我忽然像明白了些什么，浑身抖了一下，左右看了眼监控，探头正在朝别的地方转去，没有发现这里小小的不平静。我慢慢俯下身，装作伸了个懒腰般，捡起了那颗小东西。它困在掌心时，刺得我手生疼，我的心却扑通扑通的跳得越来越快，仿佛苏醒的种子冲破冬天的冻土，即将重获新生。我慢慢踱进没有监控的屋子，将耳机塞进耳朵里时，我听见里面传来清晰而平稳的声音。我是季家派来的私家侦探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？傅先生，季家和傅家一直是世仇，起先只是因为两家祖上的恩怨，后来因为在城南的发展问题上有了冲突，一直不睦。这些年一直明争暗斗，争吵不休。但傅家在傅晨七和傅平商的带领下，几乎是铁桶一般。相反，季家由于不断的权斗而落败了不少，落入了下风。这个情况下，派一个私家侦探来侦查傅家的秘密，几乎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感觉我的心跳得很快，自由的气息仿佛就在眼前。只要我搭上私家侦探这条线，向他们透露一点微不足道的消息，就能顺利脱身。只要能脱身，我就立刻出国，去马尔代夫，去北欧，离这里远远的。
我有把握跃入人海，让傅平商和傅晨期再也找不到我。然而，和私家侦探做交易也有可能是与虎谋皮。倘若丑闻爆发，对傅晨期、傅平商乃至整个傅家都会是万劫不复。但是我都这么惨了，难道还要顾及傅家的颜面吗？笑话！于是我耐心和电话里的私家侦探沟通筹谋。他说他所求不多，只要我进入傅家的密室，拿到被傅晨期珍藏起来的白玺就好。他所说的密室连我都不太清楚。我生活在傅家，一直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，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密室，只是隐约知道好像宅子中央有间屋子，一直大门紧闭，里面放着什么重要的东西。看来季家想要的白玺就在那间屋子了。只要我如侦探所言，潜入这间密室，拿到白玺给他，他就会不惜一切救出我。而我也可以顺势要挟季家，帮我牵扯住傅晨期和傅平商。完美的交易，一切只看我如何悄无声息的潜入密室了。然而还没等我正式开展行动，傅晨期和傅平商先回来了。他们是一起回来的。从迈巴赫上下来的兄弟高大俊美，撑伞时像极了秀场男模，眉眼更是精致淡漠。只有在看向我时，才多了一些波澜。外头下着雾蒙蒙的小雨，我在门前等他们回家。也许是这一幕给了傅晨期什么联想，让他冷峻的脸部线条柔和了许多。他上前一步，白皙指尖缠着的佛珠削过我的手腕，为我撑伞。天凉，先进去。而傅晨期退后一步，默不作声的将西装外套脱下，搭在我肩头。沉甸甸的男士西装搭在我肩头，带着清爽的香水味，还有温暖。我侧头看了看那件衣服，没说话。走进去，菲佣已经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来了。他打了手势，低眉顺眼的退了下去。家里还有事，就不打扰先生们用餐了。窗外风雨飘摇，室内却烛火温馨。我看着眼前的景象，竟然有些愣神。明明在打算追逐权力前，我想要的只是这样简单温馨的场面，现在似乎已经达到了。正愣神间，忽然发现空空如也的碗里被添了好几块饭菜。抬眼对上了傅晨期低垂却认真的眉眼。你太瘦了，要多吃些。旁边的傅平商笑而不语，分明也是这样认为的。我胡乱扒了几口饭菜，心里却酸涩不堪。记得没来傅家在孤儿院时，我因为身材瘦小，从来挤不上第一波吃饭的，一向是3天饿9顿。后来哪怕被接来傅家，也一直是护食状态。但是因为暴饮暴食，不仅没胖起来，还因为胃溃疡而进过医院。那个时候，好像就是傅晨期和傅平商不眠不休的照顾我好几夜，才让我好转起来。而现在，他们温柔看着我的目光，让我想起了那些昏黄的夜晚。我一边咀嚼一边思考，却发现本来坚定的内心悄无声息的开了个口子。傅平商推过来一个小盒子，低调奢华的红丝绒包装，打开，里面是一枚打磨完美的白玉吊坠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我疑惑的看向他们，没敢接过那个小盒子。傅平商笑了下，给你的礼物。我恍惚一算，发现离我的生日还有108000里，临近的也并没有什么节日。许是看出我的疑惑，傅晨期慢条斯理的停快。他乌沉如墨的眸子盯着我，有一丝罕见的温柔。觉得很适合你，就叫工匠雕了个坠子。我于是半信半疑的接过盒子，发现玉坠的背面雕了个活灵活现的小狐狸。小狐狸的尾巴蓬松，盯着人气鼓鼓的，像极了炸毛的我。我刚准备发火，却发现自己的样子好像契合了这个图案。可恶！然而这么一打岔，之前犹豫不决的心却好像更摇摆了。晚饭后，我没理睬他们，独自进了房间。没一会儿，门开了，走进来的却是一直没有出现的苏玉。见我愣愣盯着他，他轻笑了声，手里拿着的却是一串红绳。苏家以做拍卖生意起家，这串红绳我认识，正是前段日子被炒到天价的云瀑。他纤长白皙的手指灵巧异常，
将红绳穿过白玉吊坠，为我戴上。戴上后，他眸子中挂上了满意的神色。小鱼果然很适合。我扯了下，搞不懂他们想干些什么，却被苏玉阻拦了下来。别动，他轻声道，这可是我们搜罗了许久的呢。他举起相机，为懵懂的我拍下了一张相片。他人好看，笑起来时带有灼灼光华，此时全神贯注盯着人时，眼里更是有将人溺死的温柔。我不自然的放下手，不太敢看他。苏玉却为我整理好红线玉坠，十分满意般。他开口道，现在整个傅家和苏家都在你身上了。啊！我吓了一大跳，没懂他什么意思。苏玉笑了下，小鱼没懂吗？这颗白玺你应当认识吧？傅晨期特意请了大师出关，将它雕琢成吊坠，又送去开光祈福，为的就是护佑你平安。他轻柔的掀起我的额发，在上面留下珍重一吻。至于金线云锦，是苏家传了10几代的珍物，向来是只有当家夫人才能用。小鱼，我们能给你的都给了，剩下的就看你的决定了。模棱两可的话语让我吓出了一身冷汗。然而苏玉却没有多说，他只是笑了笑，为我戴正了玉坠，便潇洒的离开了房间，徒留我一人在空荡的房间，止不住的心慌。是他们知道了我和侦探的交易？不，我检查过那个角落，明明没有窃听和录像的东西，而侦探的联系器，我也按照他的吩咐藏在了身上，没有被人发现过。难道是巧合？可是我低头看了看雕琢着小狐狸的玉坠，暖玉就依偎着我的身体，散发着淡淡的光华，甚至我无需去动手偷窃，他们就将一切珍宝都送到了我的手上。我再次感受到了难以抉择。然而这时，一直沉睡的系统却发出了伸懒腰的声音。啊，真是好舒服的一觉！听见他的声音，我的眼泪都快急得流下来了。系统，系统！系统听见我的呼唤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宿主已经完成任务了吗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又进入休眠了。我唤醒了系统，就像找到了主心骨，急促的把事情说了一遍。我想要自由，但是这么背叛，好像太伤害他们的心。这样啊，系统陷入沉思。良久，他摸了摸下巴，忽然开口：宿主，你还记得最初的任务吗？我当然记得，把我这个害得死死的任务。说到这个，不免带上了几分不忿。我当然记得。你说，只要帮我大哥二哥找到真爱，就能让我当上傅家家主。系统耐心道：有没有可能，这个真爱，宿主已经帮他们找到了呢？什么？我吓了一跳。你别压我，他们分明没找到，还把我关了起来。系统沉默，他的电子音也带着一丝无奈。有没有可能，这个真爱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呢？我左右看了看，却发现空荡荡的房间里什么指向性的照片也没有，只有我。我忍不住指向自己，你说他们的真爱是我？系统点头。系统颁布任务最初并没有完全要求宿主成为月老，而是帮助任务目标找到真爱情缘即可。一般来说，只要结果成立，则判定任务完成。我不可置信，你说我已经完成了任务，可是我的目标分明是成为傅家家主。我的声音忽然卡了半截，慢慢低头，我看见了自己脖子上戴的白玺吊坠。系统说，这是传世家族傅家家主的调动玉佩，宿主，你的目标已经达成了。而且根据系统检测，苏家的继承人也对你情根深重，目标超额完成150%。到最后，他也不禁感叹，宿主，好手段啊！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。但跟系统一插科打诨，我好像明白了些什么。寂静的房间里，只有我一个人坐在那里。半晌，我抬起冰冷的指尖，摸了摸那块吊坠。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我没有去密室偷盗，也没有把白玺给余家，甚至我都没有再联系侦探。系统说，也许你和目标之间的冲突太紧凑了，以至于看不清彼此的心。慢下来，
给彼此一个适应的节奏，你会发现新的惊喜。我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如他所说的，也因此看到了许多的细节。原来傅晨期时至今日也依旧保留着检查我生活用品的习惯。他不是控制欲太强，他只是害怕失去我。小的时候我很怕黑，因为家族里总有人不喜欢我，嫌弃我这个没名没分的外星人占了傅家的位置，总是把我关进老宅的角落里。开始的几次傅晨期并没有发现，后来某次宴会，他在老宅杂物间看见奄奄一息的我。傅平商说，那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见到傅晨期那样失态，连站立都不稳了。后来他们又在我日常使用的餐具器皿上发现涂抹的慢性毒。我长得那样瘦小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而傅晨期震怒后的大清洗足以让傅宅现在的佣人都胆寒。至于傅平商，我后来和傅平商的关系很好，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，亲近以后发现尖锐的壳子里是极致的耐心，或许也只有对我才有这样的耐心。我因为关系骤变而对他们有了抵触心理，还是他一点点开导我，带我走出来。傅平商说，小鱼，从前我不懂怎样圆人，让你吃了许多苦，是二哥的错。他含笑的眼盯着我，眼里有风吹雨打不败的坚定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爱一个人是怎样的感觉。我会给你想要的自由，只求你不要离开我们。系统在我脑海里感叹，爱果然是永恒的人类主题啊！这样心高气傲的天才，居然也有低声下气的一天。宿主，你要不再考虑考虑？我没有出声。当天夜里，苏玉陪我收拾东西，去马尔代夫度假。当我不再对他们有抵触情绪时，男人们不约而同放松了对我的管制，甚至还小心翼翼将世界地图展开，问我想去哪个地方。我选了马尔代夫，这个我从小一直想去看看的海岛。我想，那里的蓝天白云、大海沙滩，应该能洗出我内心的阴霾，也能让我看清楚新的未来。回来的时候，我会做出新的选择。马尔代夫的日光很明媚，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整个假期。穿着潜水服下潜到海底时，光怪陆离的水母和鱼群就簇拥着我。我和他们共游，却不由想到了另外两双幽深的眸子。从童年时期起，他们一直注视着我，未曾挪开。这或许是我离开他们最长的一段时间了。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所有盛宴终将以分离而结束。我承认傅晨期和傅平商的确对我不错，在我心中野草疯长的年纪，他们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。可是有的伤害一旦做出，就不可能再收回，覆水难收。哪怕在阳光晴好的马尔代夫，我也无数次从噩梦中惊醒。我梦见我像个傀儡，像个提线木偶，被他们的大掌牢牢把控。这并不是我的愿望。我年少时在日记本上所写的愿望，一个是成为傅家的家主，像无数个意气风发的男主般做出一番大事业；另外一个则是成为自由的风。第一个愿望，即便有系统的帮助，我也并不能真正承担。唯有第二个，还有回旋的余地。我想，也许该有个了断了。C 市，夜晚笨重的钟声响起，霓虹灯光带着晚风打在我的身上，我眯起了眼睛。苏玉来接我，车里他看了看我，目光有些犹豫，但最后还是开了口。季家倒了，他说。我愣了一下，慢慢道，他们干的。苏玉摇摇头，自古以来，权斗向来是拉垮一整个家族的好办法。季老爸子氧气管一拔，他那些孝子贤孙就再也忍不住了。听说其中还有想撕咬你们傅家的，被傅晨期和傅平商原封不动的还回去了。我不由想起了之前所联系过的那个私家侦探。向苏玉提起后，却见他眉目正松。私家侦探？倒是没听说季家雇了什么私家侦探，就是他们家那个季老三，听说喜欢用高科技联系器诱导青年男女，这些人最后都被他玩废了，扔进会所。我一阵恶寒，原来所谓的私家侦探藏了一招又一招。
还好我当时没信他，否则人财两空，简直没地儿说理去。苏玉见我神色不自然，详细问了一句，我向他隐去了前因后果，只提了一句季老三曾经也想对我下过手。青年漂亮的眉目陡然阴泛了起来，黑暗里灯光浮动，唯见他冷白的手背上泛起青筋。该死，还是便宜他了。我吓了一跳，赶忙安抚他，不是什么大事，他也没有得逞。苏玉的面色这才好看了一点。车子稳稳行驶向富宅，天空下起了小雪。我看着 C 市的初雪，有一瞬间的恍惚，这一桩事也解决了呀，看来也没有回去的必要了。苏玉不解的看着我，怎么了？我笑了下，苏玉哥，你见过跨年夜的摩天轮吗？苏玉盯着我，蹙紧的眉头缓缓舒开。青年盯着我，笑得硬厉，一如初见般爽朗。小鱼，你果然没变。跨年的钟声响起，0点时，天空都燃起了烟火，浪漫又夺目。我坐在摩天轮上，看着灯火通明的 C 市，看向曾经困住我的阴森黑暗的富宅，那里正为我固执的留着一盏灯火，可惜再也等不到归来的人了。初雪皑皑，我哈了一口气，温暖冻僵的双手。苏玉眉目柔和的将我的双手握在掌心，将其背暖。我轻声说新年快乐，他却说新的未来快乐，小鱼。